U2集团的少东家哈利·凯恩跟一群西亚王室成员是冲着你来的，对吧？对，怎么了，严书记？他们用波音747空运超跑到了山青机场，据说他们要在山青自由行驶，主要是他们的身份性质过于特殊，尤其里面还有一个有着较高顺位排名的王位继承人。这要是在华国出事的话，无疑会让华国置身于风口浪尖。王位继承人？你不知道？在这之前，我司是没跟西亚那边的王位继承人有过交集。素未谋面的情况下，能让那边有着较高排名的王位继承人主动来拜访，看来你是真把 U2集团那位少东家以及西亚的那些个王室成员折服得够彻底的。我开始好奇起，你究竟是如何能让他们如此这般推崇的？可能我人缘比较好。滚犊子！不管如何，你还是尽可能阻止他们在山青自驾的行为，毕竟一旦出事，后果很严重。放心吧，严书记，我心里有数了。叶哥，怎么了？这是哈利·凯恩他们怎么高调成这样啊？虽说那些王室成员一贯以来的作风都是挺高调的，但他们的高调并不是那种无脑式，他们不可能意识不到如此任性行为会带来多少的潜在风险。你的意思是，有可能是那位王室排名较为靠前的顺位继承人给安排的这一出，是对我进行的试探考验了。换句话说，他们也就是做个样子而已，不见得会真在山青自驾。能跟哈利·凯恩玩到一块的，没几个会是那种缺心眼的二货。那你打算怎么着？原本还打算去机场接一趟他们的，现在看来不用了，让他们自己过来就好。啥？对管，让他们自己过来。这说得过去吗？问题是他们也没跟咱们打招呼啊。萨尔曼，其实我不认同你用这种方式去对他进行试探的。哦，怎么说？因为没必要，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当中最深不可测的人之一，所以就你的那点行为心思，对他而言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此行必然会惊动华国的地方官方的，而咱们这一趟山青之行又并非是对接华国官方的外交来往，为此华国官方肯定是不适宜，也不会明着介入到针对咱们的安保事务中。如此一来，动用大量安保力量前往机场为我们借机，并且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你们这群王室成员自驾超跑，以免增加人身安全的潜在隐患。这是你想要听到的答案吗？不得不说，这是最合理、最人之常情的做法。只是那样一来，他就给不了我惊喜了，而我就得重新去判断他是不是有你说的那么妖孽了。如果那是最合理、最人之常情的做法，那99.9%不会在他身上发生。你就这么确定？一个会遵从人之常情、会遵从基本合理这一逻辑思维的人，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如此成就吗？但愿这个神奇的华国人真能如你所说。哈利，给他打个电话，我倒要看看你口中的这位妖孽如何应对。无奈摇头一笑，哈利·凯恩掏出手机拨通了叶松的号码，并且点开了免提。到山青了。叶哥，不介意我出发前没跟你打招呼吧？好了，就那10几辆超跑，昨天夜里在山青机场已经被曝光，几乎一系列的相关信息全都被扒了个底朝天了。所以就算你出发前没跟我说，全世界也都知道你们来山青的事了。说吧，不等哈利·凯恩接话。行了，既然到了山青，那就见面再说吧。那个，你们不是空运了座驾过来吗？我也就不过去接机了。那就导航到山青的鸿雁酒店吧，这边已经安排好了早茶，先跟你们去体验一下山青的早茶，然后再在鸿雁酒店下榻休整休整。那云淡风轻的语气口吻中，像是完全忽略了对方身份的敏感性，而这一回答也让哈利·凯恩身旁的萨尔曼一阵嘴角抽搐。好的，叶哥，落地后我们联系。这个结果你满意吗？看来卡尔塔的王室成员，甚至是连同我这位卡尔塔王室第5顺位的继承人在内，在他眼里都是缺少分量啊。不管怎么说都好，给出足够的接待排场，不都是再基本不过、再应该不过的吗？他刚才不是说的足够明白了吗？如果没有那10几辆超跑的空运亮相，他会亲自过来接机，但知道你们空运了座驾过来，他才打消了计划，而这就是对你的那点行为心思做出的回应。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处处都是在向着他说话？虽然我印象中的哈利·凯恩一直都很谦逊低调，但是也从来都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的。很简单，他对我来说是救世主般的存在，是神一般的存在。我开始对他产生强烈的好奇感了。那接下来应该就是被他彻底折服了，甚至是会将他视为神般的存在了。这不可能，他或许会成为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绝不会像你一样，永远都不要怀疑王室顺位继承人这一身份光环所带来的尊贵自信，永远。萨尔曼摇头失笑道，接着掏出手机发了条信息。不多时，挂着领事馆牌照，早就在山青机场低调等候着的防弹汽车车队驶了过来。而另一边，叶松也与李海滨来到了鸿雁酒店。当叶松拿出手机，看到是秦猛发来的视频通话后，顿时怔愣起来。什么情况？从年前出发金三角开拔拉练到现在都没联系过自己汇报情况的秦猛，竟是这会儿突然把视频通话给发了过来。下意识的迟疑过罢，叶松适才接通，视频通话一经接通，一阵阵枪炮声立即从视频中传了出来。视频画面里，此际尘烟正滚涌着，这突如其来的画面跟声音让叶松瞬间蒙圈到了极点。喂，叶董，没打扰到你吧？不是，什么情况这是？
上次叶成英叶大少跟我说了，让我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给您开个实时视频，见识一下真实的战场，这不是您交代的吗？我啥时候交代过这些了？你确定真能保证绝对安全？我像是那么冒失的大头鬼吗？你放心，问题不大的。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咱们这是以雇佣兵团的名义帮官方军镇压反官方军，这场局部战争已经到尾声了，估计就是几个40火的事了。秦猛话声刚落，下一秒，周边的喊声随即响作，准备完毕。接连几道大喊的咒作中，秦猛也不顾正在跟自己视频通话的叶松了，扯着嗓子大吼道：“40火，放！”伴着秦猛的这一嗓子，叶松分明看到了好几支火箭炮齐齐往镜头前方的一处防御工事中飞射过去。硝烟弥漫，300米外的防御工事彻底被摧毁。但这还未完，秦猛并没有下令马上停止攻击。40火，继续准备。准备完毕。叶董不差钱，继续放。叶董，完事了，刺激吗？刺激是刺激，但那声叶董不差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虽然是这么一回事，可说出来似乎就有些变味了呀。不过叶松也没去跟他上纲上线。人员有伤亡吗？有几个兄弟挂了彩，不过不碍事，毕竟战场上枪炮不常眼，所以都是难免的。从开拔拉练到现在，没有人员丧生是吗？但截至目前为止，咱们参加了不下于15场的战斗，至今都还保持着零壮烈的数据。毕竟都是曾经的军中好手，对付这些杂牌军问题并不大。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叶松稍稍松了一口气。秦猛，你今天应该不是单纯就为了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作战能力的吧？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秦猛当即迎声恩道：“对，的确不仅仅是为了向叶董展示一下作战能力，我还有个是想跟叶董您商量商量，看能否获得您的同意。”你说。叶董，咱们华国这边不是有不少人被骗到缅南，惨遭各种折磨吗？我打算带队去打掉几个窝点，对咱们华国人发起营救，看能不能对那些杂碎造成一些震慑，好让他们以后不敢那么肆无忌惮，甚至是不敢再对咱们华国人出手。缅南营救同胞，叶松被秦猛的这一想法给晃了一下。老实说，他还真没想过这一茬，主要是不曾往那方面去想过。不过当下在听到秦猛有如此想法，他也并不觉得有多意外。毕竟无论是秦猛，还是九州安保里头的其他人员，前身都是华国军人，对于他们的信仰所在，叶松从不怀疑过。这事儿你跟叶成英说过了吗？有跟叶大少说过，他一听马上就果断地应了下来。但他说这种行动的前提是必须得得到你的首肯，如果叶董您同意的话，叶大少那边将给咱们提供相关资料，再由咱们这边制定方案行动。可以，不过有一点，必须要保证咱们的人员自身安全，绝对不可以出现把自己搭进去的情况。叶董您放心，咱们会的。秦猛，我还得再补充一句，虽然众生平等，但是你们的命比他们要宝贵得多，一定不能出现那种义无反顾的舍身救援。我懂。还有，切记不可暴露九州安保的身份，否则这对咱们而言将是不小的麻烦。叶董，我都想好了，咱们用炎黄小队的名义进行行动，另外还会对相貌进行伪装的，确保不会出现您所担心的情况。炎黄小队吗？这名字还可以。好了，那叶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先。回头行动之前，我还会跟您进行报告的，包括行动结束后，我也会给您提供行动汇报。恩声之余，叶松不再多说的挂断通话。相比起一开始时正面直观硝烟战场的那种视觉冲击及震撼，通话结束后的他更多是陷入到了秦猛那一计划的思考中。还是那句话，他最担心的是九州安保的人员在这种营救行动中造成战损伤亡。